对，大家晚安，我是严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真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叶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美中之间目前到底是谈还是没谈啊？毕竟韩国媒体告诉我们，他拍到了嘛，有谈有谈。可是呢，现在美国的财长是怎么说的？我们直接来听他的谈话。Interaction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but it was more on the traditional things like financial stability, global economic early warnings. I don't know if President Trump has spoken with President Xi. I know they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a lot of respect for each other. 好，简单讲啦，就是我没有谈，那川普有没有谈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啊，大概就是这个一个意思。但如果财经则直接讲了，其实呢不知道有没有谈，但是现在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呢，在中方这边开始要豁免部分的美国进口商品125%的关税，这里面包含了航空设备零件等等131类，131类，并不是太少哦，因为他们现在还在收集所谓可以豁免关税的商品清单，所以是不是开始某些层面上面要有一些的转还了？消息传出来，对于市场来说当然是大为振奋了。所以你看到的是，现在呢，因为它有可能取消美对美的部分关税，虽然没有说到谈判。但是纽油已经开始涨了0.3%，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在讲说，川普这一局到底是赢还是输？这是德国的媒体他们的分野，他们认为啦，川普其实想要削弱中方，但目前看起来确实适得其反。好，毕竟啊，你现在更有可能是把全球经济拖入深渊，而也让你的盟友开始渐渐的离开你。那到底为什么川普现在要一再的喊说，我有跟他对话？在不知道哪一个官员，反正有对话就是有对话就对了。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在讨论这件事情呢？这个是对岸的玉渊谈天，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博主啦。他是怎么讲的？但官方博主说呢，其实这就是他以前在用的谈判策略嘛，就是创造筹码，创造一个价值，给大家看一个虚幻的东西。但实质上到底有或没有不这么重要，达成最终目的才是重要。现在呢，其实对于美国内部来说，这样子的一个谈话有没有可能能够稳民心？因为啦，很多人就说，我现在在维持生计，就是我靠，比如说从中方这边买便宜的商品进来，我做电商，然后卖给这边的美国人。可问题是成本增加，我真的已经牵不住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跨境电商现在也开始说，供应链通通陷入了冻结，甚至呢是已经快要过不下去的状态。担心的是，很多人会撑不过去。毕竟啦，在网络上面会买像这样子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去 Target 或去 Amazon 买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希望能够找 CP 值高的。可是现在平均价格涨了30%，那个就已经对于他们的价格承受度产生了大大的影响。也因此这样，所以集体涨价之后，影响最大的到底是美国还是大陆？很多人说，这一看不就一翻两瞪眼了吗？当美国川普一直在告诉大家，我有在联络，想要给大家信心的同时，但问题来了，其实呢，美股、美债、比特币因为这样有一些的反弹，甚至有人说是强劲反弹，但大部分的人比较担心的还是美国经济长期来说，是不是还是会有崩溃的迹象？因为经济学家萨克斯他是这样看的：如果你这个单边主义继续的走下去的话，他担心的是你会破坏了全球的秩序，而且呢会影响到全球的和平发展。贸易战是不是害人害己？那川普现在又是不是会变成输家？这是来自华尔街大佬的一个警告。特别强调说，我们过去有建立一些信誉，让我们变成了世界上面的老大哥，但现在呢，我们要用关税谈判来孤立中国，这个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下一步到底会是什么？有一个讲法是这样说，是狸猫换太子，也就是当年的尼克森还有说，黄金跟美元我是不是就直接让它脱钩？然后那个时候呢，说有一个尼克森震撼，有没有可能？现在川普考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6月美债要到期了，想个方法，是不是让它转换一下，让它有一点点的创造空间？回过头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呢？是美中关税谈判，有人说在谈，那中方一再强调假消息，美国财长说我没谈。美中之间有60几个平台啦，
那我认为韩媒也不会乱讲话啦，可能就是派到中国的财政部官员进去美国财政部嘛，可是他们不一定是谈对等关税啊，是，那你不能够说他们都没有在接触啊，可是中方主要是强调，包括外交部，包括商务部，他强调即使有见面，也没有在谈对等关税，对，是这个意思啦。比如说芬太尼，你要不要谈？美国急着谈啊，那那芬太尼就不是对等关税嘛，对，那川普啦、贝森特啦，还有包括白宫新闻发言人这个李维特，为什么他们要一再讲说有接触了，有接触了？因为他在安抚金融市场。我认为就是这个目的啦，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啊。那华尔街陪着他们玩这个游戏，因为华尔街一大堆人在做多啊，那就陪你玩啊，所以这个是虚虚幻幻啦啊，所以买进看多的人自己小心呐因为这个非常虚啦，我讲白了啦，而且都是假的啦，我保证绝对没有接触，谈对等关税就是没有那基本上现在的问题就卡到，因为中国大陆立场其实蛮明显的，商务部部长自己讲的你就给我退到4月2号之前，那我们中美就来做一个比较对等、互相尊重的经贸谈判。是，其实中国大陆这个立场，我不认为有退的空间因为你要知道，比如说到最后，如果川普说卡油了不然10%了，好不好？10%那也是多10%，中国也不会答应。对啊，为什么？因为你这是乱的规矩嘛。那我如果让你这样乱的规矩任性，可以随便加10%，那 WTO 就没了嘛。因为中国大陆就是要遵守 WTO 的规则。你看他跟欧洲也是僵了很久啊。对，你要加我电动车的关税，我就是不能接受，我就要反制你关税嘛。是，直到最近才变成说不然我们来砍那个双方合意的定价啦。这个就符合 WTO 规则了。所以中国可以接受啊。所以我认为真的没有空间呐。你如果你自己加10%，那违反 WTO， 然后中国还接受，那中国怎么去跟别人说啊？说你要维护 WTO 的秩序啊？你让川普得逞，就是以后任期内1361天，他可以再违规，这个谁能够接受啊？那有人类比到 Nixon Shock 这类比是错的啦。我跟你讲，尼克森当年也有征一个10%的税，是，他也有。可是美国的国力，我讲白了啦，尼克森在1971年，还有雷根在1985年，那时候谁能够跟美国对抗啊？所以大家就摸鼻子就认了。现在你美国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美国了。这个我举过一些数字啦。那川普目前我认为最可能的是，他完成了现有的80个贸易谈判之后，是，他说如果谈不出来，我就要制定税率咯。我自己的规则，对不对？2-3个星期，现在又剩1-2个星期。对，所以我认为他之后他就要转到第二个议题了。是吗？我觉得那个台经院那个孙明德老师已经公开讲了，是汇率谈判下一局了。我认为这个才是真实的。那我们台湾、亚洲国家一定会面临极大的压力。是，那日本好不容易它已经升到139了，它从156升到139。那最近日本实在是受不了，又打回来134又打回来143。143。美国在喊125嘞。125啊。好狠我说那一边在喊，日本不可能接受嘛。日本到125，他怎么出口啊？可是我跟你讲，这个战争真的快要开始了。是，台币也一样，我们台币现在是32.5。对，你看你能不能保住30？这30攻防线又要再回来了，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介大使，您会怎么观察？那个贝森特的访问不长，可是他透露了很多这些内幕啊。他到底还是一个不愿意说谎的人。他是说这个，他上面你们刚刚那个播的就是说他跟有中国大陆的官员、财政部官员有见面，
它前提是大陆的财长跟他的那个央行的行长啊，前一阵子是到美国，不是去谈贸易问题，他们是参加 G20 啊G20这个组织的有关财长的会议，在美国举行。所以呢，贝森特说，我有跟大陆的财长有见面，他讲的说，我们谈了这些国际的财政问题啊，这些问题，他有说有经贸谈判没有嘛？所以基本上就变成韩国媒体啊，也在那边凑热闹，这个真的不干韩国的事。韩国说有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个代表团进入到美国财政部，他们有没有搞清楚啊？那是G20的代表啊。对，到财政部里面去开会啊，都在里面开会啊，不只是中国大陆啊，对不对？集团体的代表都进去了，所以呢，当然是以中国大陆外交部门跟商务部门的讲的为准嘛，就是没有就有关经贸的谈判做任何的接触，这就是打脸川普啦。川普说我们每天都在谈呐，各层都在谈呐，我跟习近平也有谈。可是记者应该问他，你跟习近平什么时候谈的？有啊，那个刚上任，对，刚上任，那对，恭喜的时候啊，对啊，他是有谈的啊，可是你要他什么时候谈的啊？所以没有讲啊，所以川普就每天就是说在讲这个。那记者问这个贝森特说，那你们一直讲说川普有跟习近平见面，那为什么大陆一直否定呢？是。那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其实也解释川普为什么一定要说谎。他说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观众讲这句话。他各自他没有说各自，其实大陆没有为自己观众讲，没有就没有，我跟谁讲都一样没有。是川普每天说谎，是说给什么？说给他的观众，他的观众就是美国消费者，还有美国现在因为中美经贸大战贸易战开打以后。现在很多可能血本无归，可能会怎么样倒闭的那一些中国产品的进口商，小盘、中盘、大盘，到这个中间商，再到什么？再到零售商，这一些人现在每天在找川普怎么样说相啊？美国的说相是怎么样？是去游说他，透过各种的这些商业团体去给川普说相。川普被他受到压力，就说我有谈，我怎么样谈得很好，什么事啊？他讲给他自己的听众听的。所以呢，不过川普实在是贵为美国总统啊，这个公然说谎啊，实在是，然后被中国大陆这样打脸啊，实在是名誉扫地啦，我觉得声誉扫地。不过中国大陆为什么对美国这么硬？因为中国大陆讲过好多次了，你先取消对我的任何不公平的贸易措施，我们再来谈。这个是一个观点。那中国大陆为什么那么硬呢？原因刚刚郭委员有讲。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大陆根本就是在攻击美国，他就要等你那个到5月中的时候，你的货架没有东西的时候，美国的这些消费者啊，都开始怨天尤人的时候啊，最后把矛头指向川普政府的时候啊，到时候看你川普啊，你还是硬到哪里？你还能硬吗？就是这样。不过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确实在礼拜天的时候，市场上面有收到一些消息，比如我们刚刚讲的嘛，大陆财经这边传出来说，中方有要豁免部分美国进口商品125%的关税，现在还在查，说有多达131类。那这个呢，就会让市场上讲说，是不是开始有一点转圜的迹象？大家会开始有一些自行脑补，你知道吗？来请教老师。我这想太多了啊。基本上如果能够从第三方买到的，大陆基本上不会豁免。他就直接从第三方去购买嘛，例如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巴西的大豆已经靠港了，开始在卸货了，还有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啊，这个巴西的能源部长也到中国大陆来谈了，那么中东也已经把天然气已经送过来了，俄罗斯还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所以也就是说能够从第三方买到的，中国大陆不会给美国豁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国家能做的，那也不会给美国豁免。也就是说，借由这一次的贸易战，培养自己的厂商，是培养自己的科技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欧美的媒体都说，长期的利益来看的话，中国大陆已经要摆脱西方国家在关键技术方面的过去对于这个中国或是对全世界的支配权，
而且未来中国很有可能会跟他们相互的竞争，卖到给发展中的国家。那这样的话，欧美的这些西方国家原本在科学技术这个部分居领先地位的，能够获得暴利的这个机会就不再存在了，因为中国大陆可以用更物美价廉的方法去取代西方国家的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所以大陆也是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国内能有机会生产。例如说，我们看到半导体就是如此嘛。中芯国际，你看它的订单，还有华为，目前来讲的，我们都知道它的麒麟要跟 H100来 PK 的，那这个怎么可能会从你美国这边来购买呢？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能够培养自己厂商的，不会减税。那也就是除了这个前面2个以外，那很有可能那就是把这些关税豁免，因为我既买不到别的，我自己也没办法生产制造，那这么高的关税对我国内的厂商也不见得有利，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单独对你豁免，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是，但是有些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来炒作，为什么？因为他要炒作的是股票。也就是说，目前各位看看，为什么股价的波动会这么的大？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玩家、冒险家，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来炒各种消息，放消息，砰砰砰，股价往上涨，然后结果发现不对，然后他们事实上早就脱手了。所以这段时间，我奉劝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巴菲特怎么做，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向巴菲特学习。不要随便的就跑进去股市，生怕好像赚不到这一波，很有可能会让你血本无归哦。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问到底了没哦？原因是不是上上下下，这心里头会跟着上上下下。我一个数据给你啊，中国进口美国的货品，关税项目是5207个，所以你这个是131。5207，对，然后美国从中国进口东西，税目超过8000个，5000个跟8000个，然后现在呢是131类。好，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他们线下中美关税战之后各自的处置方式。那当然了，这一场仗还刚开始而已，到底之后谁会撑着笑到最后？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讲到的是现在在中美之间要再做下一刀是哪一刀？下大刀挥向哪里？说大概是8万件的武器零件。美国报告里面的宣称说，中方在供应链里面有关键矿产的，已经威胁到他们的军事供应链了，超过1900种的美国武器系统。哇！那这不是等于是几乎都命中了吗？也因为这样呢，所以现在说这份报告让美方这一边非常的在意，你才会看到川普又签了什么深海采矿令救急。当然啦，这个采矿令什么时候能采到不知道，采完之后还得练嘞。现在就说基本上你现在就是真的已经陷入困境了，所以不得不想要自辟门路。其实他前几年就已经开始针对于稀土这边，比如说加强管制啦，又或者说呢，希望能够开拓其他的门源呐。但问题来了，现在突然之间中方给你卡住之后，他们的前美国助理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呢，也特别提到了说，其实美国政府没有准备好啦，这一次是真的有一点慌了，现在看起来只能够撑大概几个月的时间。那有没有可能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要怎么医救得活吗？大家会想问这么一件事情。美国经济呢，现在其实状况真的不好，所以才会看到《经济学人》的封面写什么？说只有1361天而已。那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呢，现在还有这么多天要去撑什么？撑川普的第2任期100天，现在呢已经把它搞成这样，你还要再撑那么久，撑得下去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撑到最后？因为现在在美中双方的关税战之后，发现了大陆输美的货柜呢大减，卡车运输、零售。
这些都是劳工，可能做一天领一天薪的人，上千万人，现在都面临了他职业上面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还有危机。也因为这样，在经济这个议题上面，确实让川普失分了。73年以来最差纪录，也就是呢，他的支持率只剩下41%，比第一任还惨。倒数第1名是川普，倒数第2名也是川普。川普创下纪录，超越了自己。民调走低，现在他怎么讲？他说：“我告诉你啦，我现在呢，其实要帮大家减税。”因为你知道我关税收进来之后，我就可以帮你减你的所得税。那个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那一些人，你以后可能就不用缴税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做到减税那一步？等我收到关税，那这不就等于讲了？是没讲，又是另一个空头支票吗？所以现在大家才会讲啊，说网络上面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AI 影片哦，说是在嘲笑川普。我们来看看。奔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换主席领导我们的马达，是要美国再次伟大。勤奋工作，赶超中国，是要变成制造大国。好，再次强调整支影片从你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通通都是 AI 制作，网友的创意啦。但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呢，当他说他变成一个制造大国，然后呢要打中方的话，其实网络上面现在在讨论的是什么？是有很多的外商目前人在大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广交会，也就是呢他们的这个进出口的每年1年1度的一个贸易大会，在这里面呢，只要你有去报名，基本上都可以拿到参展的证明。然后呢，全球有219个国家参与，多达22万多名的境外采购商会进到会场里面买东西。大家买什么呢？先带你看一下里面的买气。外商这一次组团，当然想要买的就是看看他们国内缺的东西。而其实呢，在目前他们不只是买而已。阿根廷的外商第一次来，甚至还说他很惊讶有这么多商品，听听他怎么说。And I'm surprised about Ibu Marke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roducts that I'm glad to see here. No quality, a lot of models, quantity. Yeah, you can hold it very easy, and I find what I want, especially the quality for my country, and which is very nice with a good price. 好，基本上呢，大家进到里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找到适合他们能够卖得动，然后物超所值的东西，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大家一起赚大钱啊。目前大陆呢要迎来的是一个5一黄金周，那大家就在讲啦，有没有人去大陆玩？现在还有人想去大陆玩吗？有的。现在说外国网红啊，因为上次不是来一个甲亢哥吗？还真的让他赚了蛮多的直播金的，可能这个直播效率有奏效啦。现在呢说很多外国网红要跑去中方看看，5一的入境游订单呢已经增加了173%，携程数据讲了。里面哪里来？有亚洲的，比如说韩国、日本、新加坡，也有来自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等等。当然，美国现在、澳洲也通通榜上有名。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民间呢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是在整个政府对政府之间，大家是一个战略思考。川普是内外交迫啦。事实上，《经济学人》那个封面就是一只包扎受伤的老鹰，他是上任100日啊，对啊，结果《经济学人》不是在讨论100日做了什么，而是说未来还有1361天，我们怎么办？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哇，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因为以前的民调我也去注意了，拜登54，奥巴马62，那个小布什也是62，是。那川普第一任是45，这一任跌到41，那个坦白说，你那个100日，那个民调这么低啊，你怎么还会有能量在未来做大事？而且他这个还更麻烦，因为他的关税战是
还得罪了国际的所有盟友，所以这个不是内政问题啊。如果前一阵子像马斯克去裁员啊，得罪联邦的员工，那个还算美国内部的事，这个不是他现在是所有的盟友都不知道怎么跟你打交道啊。是，其实我最近看到南华早报有一篇文章蛮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中国这次这么决绝啊？4月3号就全杠上，他说中国大陆认为川普就是一个不可预测、没有办法信任的人。那因为2017给他太大的教训。2017习近平去海湖山庄吃饭，对，那跟川普谈到朝鲜半岛的问题，双方还在合作啊。隔年贸易战就开始了，中国大陆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做外交啊？然后川普就跟他讲说：“这个一码归一码，怎么有人这样做外交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对他，就是如果没有确切的把握，宁可我不要跟你见面了。是啊，所以为什么他那么强调要从商务部长、财长、外长这样逐级而上啊？那另外，美国有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叫 Ryan Haas，这个人也蛮有名的。他说这一次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川普的第一任，他用的那个官员阁员呐，在社会上还蛮有分量。哦，是哦，所以人家还会觉得跟那个阁员接触，多多少少，因为川普才第一次当总统，对白宫没那么熟嘛，那阁员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啊，没有任何人觉得跟阁员接触有用啊，这个 Ryan Haas 自己讲的。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大家就觉得贝森特真的能代表川普吗？鲁特尼克能代表川普吗？卢比欧能代表川普吗？那你这个怎么办？什么都是你自己在指挥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碰到了外交的困难比川普第一任要严重得多因为基本上川普对白宫也摸熟了啊，对啊，然后跟在野党的斗争也熟了，是，然后身边都是一些社会上排 B 咖或 C 咖的人，他对社会根本连一点分量都没有了。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鲍威尔跟贝森特会杠成这样，跟川普了。这个如果说你的财长在业界有一定的分量，你怎么会不认识鲍威尔？可是贝森特就真的不认识。哦，真的吗？贝森特的基金只有5亿7千万你是什么咖啊？你是什么咖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像以前，川普第一任他那个商务部长 Cohen， 那华尔街的并购大王是，所以联总会当然会认识你啊。就是你用的人分量那么低啦，比如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谁理你啊？那个教育部长，摔跤董事长啊，对，摔跤公司的董事长还把 AI 说成 A1，我的天哪！要吃牛排啊！所以我跟你讲，他的问题太多了，就是他想要把权力都抓在手上，是，结果他用了阁员，坦白讲，除了卢比欧之外啦，不过卢比欧也是国会的人，对，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分量所以你们不是美国最好的人嘛，就这样啊，所以怎么办？就是权力全部都抓在川普的手里了。所以就是经济学人说的，哎呀，怎么还有1361天呢？他还要那么久，这个任期才会结束。但想请教一下介大使，因为其实现在呢，双方都在讲，伤美国最重，目前他们整个盘点下来会认为是军工企业，因为稀土、锡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硬伤。对，因为他现在讲就是说8万件武器零件其实占整个美国的军火工业87%的产品。也就87%的产品都必须要用到中国大陆的稀土，那更不要说越先进的用的越多。美国这个F-35、F-20、22这些用的稀土都不是几公斤都是几十公斤、上百公斤的稀土这个稀土一断，这些飞机就生产不出来了。还有就变成还有很多高端的芯片也要用到稀土。那还有什么呢？这个雷达美国这个尖端的武器雷达的使用稀土的比重也非常的重，所以中国大陆是算好的，
其实大陆过去对稀土它内部进行了一个整合，就是它整个的管理系统。因为稀土过去是分散各个地方不同在生产，它的管制管理系统也花了2-3年才建立起来。那现在它慢慢的把这个机制建立好了以后，也等到一个机会，就正式来，除了打贸易战之外，很重要是要瘫痪美国的军火工业。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说穿了啦，也已经所有的做法已经把美国当敌人了。过去跟美国讲说我们不要当敌人，对不对？合作比做敌人好。所以美国就一直讲说你就是我的敌人啊。美国全国上下都说中国大陆是美国敌人啊。那现在中国大陆只是没有说破，可是事实上的话，做法上就是把美国当敌人对待。所以川普才会从格陵兰找到这个乌克兰，最后到海底都挖了，那是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啊。可见这个稀土啊，卡的美国现在这个川普啊，等于说真的卡的他啊，这个啊，好像这个猴子一样到处乱跳了，什么招都出了。因为事实上的话，你这个整个啊，如果3-5年之后啊，这个稀土还是美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完整的供应的话，那么美国的军火工业真的是要停顿了，那还打什么仗？已经不战而败了。是，那请教一下赖老师的原因是因为这样民间的态度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广交会那样，但是政府之间的态度其实因为他们2个对尬，已经让民间开始产生真正的影响。这个最主要是美国发动的这个关税战嘛，因为美国违反 WTO 的规定，片面的发动关税战。其实这是从川普第1任、拜登的第1任已经走了8年，现在川普上来以后再把它提升。也就是说，从第一个川普到拜登到现在的川普，都无视于 WTO 的规定，完全把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经济秩序整个推翻。推翻了以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造成中国大陆在反击，而且只针对美国反击的过程中，其实稀土不只是在军工企业哦，您刚刚讲的这几百种这个零料件的要用稀土，半导体也要用稀土，这个电动车也要用稀土，所以马斯克现在也急得不得了。是。那还有就是像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都要用到稀土。所以它的使用的广泛度很高，你几乎所有的金属都要用到稀土的情形下，而中国大陆只针对美国，没有含其他的国家。但是前段时间已经在警告韩国了，说警告的意思也就是说已经有察觉，韩国也有可能把部分中国大陆供应它的稀土偷偷的转到美国去。那当然，他说我们签的契约是你不能转到第三方。你现在违反契约的话，那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就要停供了啊。那这样的话，对于韩国的半导体、韩国的金属工业就会产生影响，甚至韩国的造船工业。因为你想想看，所有的发动机，你只要是要发动的，啪打一下的那个发动机，它所需要的磁铁都是需要用磁土。那你想，全世界的这个发动机，基本上来讲，不管大大小小啊，包括马达。你所有的东西你都需要用到它，而这个部分掌控在中国大陆80%到90%。那在这个情形下，你美国川普你根本没准备好，你就贸然的来去做这个动作，而中国大陆早就准备好了。那这样的情形，当中国大陆百般不愿意，但是逼着他出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美国当然承受不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日本、你韩国、你其欧洲甚至台湾，你要不要帮美国偷渡？你如果帮美国偷渡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要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其实是根据条约来的，根据合约来的。我觉得自己违反条约、违反合约被惩罚，自己也就认了。所以我个人会提醒，就是说保护自己比较重要，不要帮美国去解决问题，免得你到最后你两边都空。韩国被警告。韩国被警告了，就是说，常被管辖，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在这个2个大人吵架的时候，站离边上一点点，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安全。我们先进广告。
好，回到现场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呢，在我们地球的另一端，有人正在选举了。这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呢卡尼就讲了，现在他是最佳人选，为什么啊？原因是因为现在是川普当家。他讲话其实蛮有趣的哈，他是这样讲的哦。他说呢，基本上啦，另一个人他就自称他是小川普嘛。那卡尼呢，他当时在接了杜鲁道，因为他们现在的执政党在接下杜鲁道这个位置的时候，很多人还对他不看好，毕竟他政治素人，虽然以前都在金融圈蛮有名的，也服务过很多的公司，撑过了金融危机，但是呢，就觉得搞政治行吗？可是现在呢，出来的时候反而变成一个亮点，因为他懂金融，因为他会跟川普硬尬。他就这样讲啦，如果现在不是危机的话，你们就不会见到我了啊！我在危机时刻最有用，我在和平时期就没那么好。这句话可能真的会打到他的选民，原因是因为呢，加拿大选民直接讲了，要选谁当总统，要选可以对抗川普，在竞争中的人呢，击败对方的那个人来当总统，要找到这一个60%的人，要找到能够对抗川普的人当总理，你看看60%，你就知道这一次选举不是只有2个人在选啊，川普是另外一个选举的参选人呐。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执政的自由党本来是落后的，反而因为川普的助攻领先了，而这个反美的关税呢，当然也激发了加拿大人的爱国情绪，说有730万人是因此而提前投票。那在投票的前夕，我们就说这个不知道叫助攻还是叫送分。好，美国的国务卿那个 Rubio 就直接出来讲了，说川普并跟加拿大的计划呢，基本上是否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他强调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贸易当中公平的对待我们，就无法生存，那你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州，又叫人家变成第51个州，你说这算不算是助攻？所以你看下面直接就是不好听的话通通出来了。那这一些呢，就是反映了加拿大人的情绪，甚至现在的反川普游行也已经变成了他们当地仇恨值非常非常高的问题。好，你看到的是大家出来就觉得说，川普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世界上面的无差别攻击，甚至他们根本就是他的兄弟啊、手足啊，也这样照砍不误。其实对于川普来说，现在很多人大家想问的就是，你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当时一上任说24小时之内他要解决的是俄乌问题，结果现在呢，去梵蒂冈参加这个教宗的葬礼的时候，在会外看到了他和泽伦斯基2个人对谈，不对，当时现场其实有3把椅子，所以大家就在讲，另一个人是谁？不就是那个时候在跟川普握手的马克宏吗？那马克宏为什么突然之间没在这里面？你看，本来是这边1、2、3张椅子，后来变成2个人会谈，马克宏他就先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美国不想要让欧洲人坐进来谈？是不是马克宏他自己离开了？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但在法国这边成为了一个讨论点。法国的这个在野党就直接要求马克宏，你必须要辞职，你被人家像佣人一样打发。你看看，当时人都还在，3张椅子，为什么后来忽然撤掉？跟川普讲话之后，人就走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欧洲会被排除在外吗？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直接讲，其实没有的，基辅还是需要我们来帮忙他，来协助他。但是这一局有办法好好谈吗？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加拿大目前最新的一个选情，看起来对于线下的执政党是比较有利的。对，这个有点戏剧性啊。因为那个杜鲁道也是自由党的。对。那结果换了一个人当主席来当总理，竟然可以翻盘对，本来大家都认为杜鲁道稳输了，完蛋了。那结果现在有点逆转。是我看到最新的民调是43比39，所以搞不好就被他选上了。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卡尼在反川普的力道，我认为就激发了加拿大的爱国主义了。坦白讲，是川普救了他了，助选，而且他是一路就这样打，对，到234已经打了快3个月了，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卢比欧讲这个话
他真的对加拿大的历史是毫无理解。加拿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家？他真的不知道真的很可怕他忘记加拿大有魁北克啊，而且当初跑去加拿大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要跟美国革命在一起啊。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坚持英国的效忠那不喜欢用那种方式来做政治嘛。他们现在也是大英国协啊。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对人家的历史毫无了解，他就这样讲说你出口依赖我72%。其实我这次我是有点意外才知道加拿大的老百姓蛮有个性的就是你的出口依赖美国高达72%，你动作那么大，照样反制我真的是服了加拿大人真的蛮有志气的啦而且招都打到美国的痛处比如说那个安大略省他就说你这样搞，我帮你停电对，他招数蛮多的然后不去美国消费是很多啦，反正然后都知道美国大概卖什么东西进加拿大，所以现在就停止进口是，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我是国务卿，你照理讲应该要比你们那个比较相对无知的川普要更有知识才对啊，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你还在参议院待那么久所以我认为他的地位可能有危险所以他故意在向川普宣誓效忠。就是强悍一下，但这个强悍其实送分了，请教介大使。现在民主党称白宫那一群人就是有一个新的说法，美国民主党不是我讲的他说一个独裁者跟一群马屁精，那 Rubio 现在就是马屁精，所以他言必称川皇，然后先恭维一下我们的总统多伟大，为了美国付出多少你讲话都是这样公式我觉得这一点从看起来川普已经成功的把他美国变成北韩，那个整个的那个宣传论调，包括他的发言人，还有他的政府的这些官员还有他自己，跟北韩完全怎么样？可以不相上下的抗衡那现在俄乌战争的话，事实上的话，我认为川普特别跑了一趟罗马，国内这么多问题跑到罗马，他就是去见泽伦斯基的。对。而且他见泽伦斯基就要把最后条件告诉泽伦斯基。那事实上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克里米亚没有了啦，然后北约没有了啦，然后乌东4个省基本上也没有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能不能满足普丁，这是一个问题。普丁事实上川普对克里米亚的辩论讲得最好记者访问他说，你怎么会支持克里米亚是这个俄罗斯？他说这个13年前的时候，克里米亚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你们应该要怪奥巴马，他当时没有发一颗子弹，现在木已成舟了，你来问我，对不对？现在就是这样然后人家说，那你不觉得？你觉得普丁对这个安全这个俄乌和谈这个有什么贡献？对，你说这个泽伦斯基没有贡献，普丁有了，他说他没有把这个把乌克兰整个吃下来，就是他的最大的贡献。这已经偏袒到这个俄罗斯很清楚了。不过现在因为事实上，我觉得美国跟川普跟这个普丁之间有一点问题。我想主要就在乌东4省那这个东西普丁不会轻易放出来的，而且不会只接受停火，他要怎样？要乌克兰接受这是俄罗斯的土地。那川普这一点上可能有点问题，所以川普就在闹他说你们都不谈的话，那我就退出了，对不对 ？Rubio 说这个礼拜会有什么重大的发展？是。那他之前讲过说，你们两边如果都不听我的话，那我们就不玩了。你以为川普能不玩吗？对，川普这个人虽然皮厚，嘴巴很坏。记者问他说：“你不是说24小时结束吗？”川普说：“我开玩笑的。”大家明白说我是概念性的讲法对，开玩笑的，我就是开玩笑你怎么样？对不对？现在100天，4月29号100天，他又要跳票了，对不对？最后你退出嘛，你退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人理你？
你的贸易战已经搞成这样的，然后俄乌战争又是你在选举之前就吹牛吹上天了，24小时，最后3个礼拜，现在100天，100天到你也做不出来。那说实话，普丁是给川普面子，基本上还说我愿意谈一下啊，和谈。可是现在变成什么？乌克兰说我们赞成停火，俄罗斯讲我们是要和谈，停火跟和谈完全不一样。所以呢，看看川普怎么玩吧。我觉得啊，他现在是骑虎难下，说啊掉头就走的话，有后果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请教老师。加拿大原来的选举是9月嘛，今年的9月提前了。但是如果9月如期的举行选举的话啊，那么在过去的估计，这个杜鲁多一定是落选，然后他所属的政党也一定是败选，所以等于是要换政党来执政了。结果由于川普的一个上来，对于加拿大的这样的一种羞辱，一开始的时候杜鲁多还是采用税金政策，巴结、妥协、讨好甚至跪趴。结果经过2次、3次的羞辱之后，杜鲁多在他党内的支持度、声望整个一塌糊涂。结果他退出了以后，反而开始强硬了。退出之后强硬，他的声望上来了，对，他的所属的政党也上来了，然后接任他的总理，很明显的就看到这是一个大趋势了，那也就开始往前推，那么更加的强烈的时候，他的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政党变成是有机会这个再度连任的一个政党。那我觉得这卡尼他确实是危机专家了，所以他很快的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机，立刻就解散国会，然后就重新选举。现在我们还不能够确定说自由党是不是一定赢，对，保守党是不是一定输，是，现在是势均力敌，是，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做法给这个自由党创造了一个机会，是，原本是输定的，现在是有机会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个最后的决定。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跟他在最后所说的，他说我的专长就是在处理危机。是。那现在加拿大就是面临危机，我有能力领导加拿大。那这样的话，就凸显出保守党到底能不能引领这个危机。以加拿大人来讲，现在可能更思考的是能不能帮我们走过这段危机。对。那我觉得他的选举的战略策略定位是很精准的，而且是有效的。这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一位坎尼的这个虽然他是政治素人，但是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政治手段是老练的。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至于在这个梵蒂冈的一个谈话中，到底本来摆3个椅子，那很明显的就是3方会谈。那法国是以代表欧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加入了这个会谈。可是问题是最后是2个人会谈。对。那会不会是川普把他赶出去，不让他参与这个会谈？还是说最后是马克龙不愿意背书离开这个会谈？罗生门到目前为止，法国也没有解释，美国或是乌克兰也都没有解释。但是在这个10几分钟的会谈中，大家发现